得知儿子的亲生父亲是妻子白月光那天，我留下离婚协议书离开。临走前，我在他们朋友圈合照下留言：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长久，我给你们腾位置。下一秒，妻子打来电话：张泽，我都告诉你真相了，你怎么还要无理取闹？是不是你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冷笑地回答：现在你不是我老婆了，是不是我生的自然不重要了。可他却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亲子鉴定书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的愤怒瞬间平息下来。不出所料，儿子的亲生父亲根本就不是我，而是妻子李然的白月光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我没有任何情绪，平静的可怕，可胸口还是很痛。我抽出那张离婚协议，20多年签了很多次名，可这一次下笔无比艰难。但再怎么艰难，我还是把名字写上去。自此，再也没有人能够折磨我。心口的大山被搬走，疼得窒息的胸口得到喘息。临走前，我打开手机，在李然朋友圈那张幸福的合照下留言：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长久，我给你们腾位置。随后把李然的微信拉黑。就在我准备登机时，李然的电话打过来。我本来想直接拒绝，可我的手下意识地接通了他的电话。李然尖锐的声音响起：张泽，我都告诉你真相了，你怎么还要无理取闹？是不是你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不是一直说你爱我爱到什么都愿意为我做？你不是一直很疼爱孩子吗？为什么非得在乎这些呢？李然还在电话那头指责我不够爱他。我冷笑着回答：不重要了，现在你不是我老婆了，是不是我亲生的自然不重要了。说完，我便把李然的电话拉黑。但很快，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刚接通，我便听到李然撕心裂肺的骂声。我面无表情地把手机关机，看着无名指上的婚戒，突然很想笑。李然啊，这就是我爱了10年，爱到失去自我的女人，这就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女人。爱了她10年，我对她百依百顺，因为太爱她，我跟一个舔狗一样，哪怕她对我冷淡无比，哪怕她心里还有白月光的痕迹，我都不在乎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足够爱她，一定能抚平她心中的伤痕。只要她和孩子在我身边就好。可现实如此残酷，哪怕白月光伤她多深，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原谅白月光。我疼爱多年的儿子，竟然也不是我亲生的。我跟李然是高中同学，她长得很漂亮，成绩又好，在人群中非常耀眼。我被李然吸引住了，一直默默地追随在她身后，看着她获奖，看着她如同蝴蝶一样在舞台上翩翩起舞，看着她和白月光、李月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他们很般配，所有人都看好他们这对金童玉女。我只好将满腔的爱意压在心中。为了离李然近一些，我将大学定在他的学校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看到李然和李月在吵架，他们吵得很凶，后来只留下李然一个人在雨中哭泣。我看到李然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也很痛，走到他身边为他撑伞。李然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后搂住我，下一秒柔软的唇贴了上来。那一刹那，我满腔的爱意再也克制不住，心里头的鲜花一簇又一簇地盛开。我回抱着他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我和李然相爱了，大学4年，我们是一对模范情侣。李然想要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他。我从来没有跟李然发过脾气，哪怕李然气上头的时候骂我是狗，我也不生气。我知道李然一直忘不掉李月，但我从来不介意他的想法。
只要我做得够好，李然就不会离开我。大4那年，李然出国学习一段时间，可没过2个月，李然便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我了。那时候我正在转正的关键时候，可听着李然的哭声，我什么都不顾了。我当天夜里便飞到李然身边，李然抱着我说：“我没想到你会来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本来想回去找你的。”他的红唇迫不及待地贴了上来。那天我和李然发生关系了，我抱着李然，郑重地跟他说：“我会对他好的。”没过多久，李然便怀孕了，我很开心，迫不及待地和他求婚。求婚的时候，李然的脸色有些苦涩，让我有些担心，但李然同意了。儿子出生后，李然说他不想再要孩子了，我便跑去结扎。可现在想来，他只是不想跟我要一个孩子。我知道李然曾经和李月相爱，我能够接受他和李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过关系，但我不能接受他和我在一起后还跟李月发生关系。我觉得他很脏，我觉得我的爱情很脏。我死死地拉住头发，咬着牙哭出声。李月是1个月前回国的，他回国那晚，李然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。我深知李月在李然的心里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，可又如何？毕竟李然已经和我结婚，还跟我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。我爱李然，我也接受他的一切过往，只要他好好的在我身边，我一切都可以原谅。时间会证明一切，他总会放下李月，和我好好在一起。可现实如此残酷，我很快就被打脸了。李月回国的第2天，李然便被他叫了出去。原先我并不知情，儿子闹着要吃炸鸡，我便带着儿子出去吃炸鸡。儿子发现李然和李月，问我：“这不是妈妈吗？”我这才发现李然和李月紧紧地抱在一起。李然脸上是我从来没见到的爱意，他神情激动地抱着李月，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。我瞬间如同被雷击中了，僵在原地。儿子还懵懂地问我：“为什么妈妈跟这个叔叔抱在一块？”我忘了怎么回答，只是打发儿子去看看炸鸡好了没有。李月深情地说他对李然的爱意，说他放不下李然。当初他和李然分手出国都是有苦衷的，这么不走心的话，甚至有些敷衍的话，李然却相信了。李月还没有把自己的苦衷说出来，李然便哭着吻住他。看着李然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仿佛被打翻了调味盘，酸的苦的涩的都混成一团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看到他们走进酒店，看着他们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，连房门都没有关好。我受虐一般地蹲在门口，跟个变态一样听着里边细微的动静，越听我心越痛。李然和我结婚后，我们很少有性生活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性冷淡，而如今听着李然娇媚的声音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他只是对我性冷淡。李然和李月厮混了1个月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李然脸色越来越娇艳，像一朵盛开的花朵。我多想杀了他们，只要杀了他们，就不会有人跟我抢李然了。可看到儿子懵懂的目光，我心里的杀气瞬间平息了。在1个夜里，李然如同死鱼一般躺在我身边，我们分别盖着2床被子。我旁敲侧击地说起儿子的事，我还是想给李然一个机会，想让他回头。那天夜里，我说了很多儿子从小到大的事情，也看到李然若有所思的眼神，我开心极了，以为李然就会回头，好好的跟我们爷俩过。可第2天，李然又跑去和李月厮混，我忍着心痛跟在他身后，拍下证据，我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。可李然的话彻底将我击垮，他抱着李月，娇嗔道：“过几天我把小杨带过来，你好好跟他培养感情吧，
毕竟你是他亲生爸爸。我蹲在花坛旁边，痛快地哭了一场。泪眼朦胧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一张纸巾。我抬头一看，是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。我不好意思地接过纸巾，道了一声谢。就在我擦眼泪的时候，女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回到家中，我便看到李然冷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将手中的茶杯扔过来。我侧过身子躲开了。见到我躲开，李然更生气了。你竟然还敢躲！我坐在他对面，看着李然精致的妆容，他的脖子印着一枚吻痕。李然的皮肤太白了，将那枚吻痕衬托得无比刺眼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将眼里的泪水憋了回去。我说，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名了，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我只想要这个房子。李然猛地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张泽，我都说了，当时我们都喝多了才发生关系的，而且我身体不好，打掉那个孩子，我这辈子不能再生孩子了。我沉默着看着眼前的李然，发现他变得好陌生，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李然。我冷冷地说，科学说过，人在喝多的时候是没有性本能的。你身体好不好，能不能生重要吗？生下孩子后，你也没打算跟我有一个孩子啊？我言辞过于犀利，将他的话挑明。李然瞬间哑口无言，他眼神躲闪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又理直气壮起来。血缘关系真的有那么在重要吗？难道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就否认你对他的感情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点起一根烟。因为李然厌恶，我已经戒烟，如今突然抽上了，呛得我连连咳嗽。我平静地说，我连你都不要了，更别说那个也中了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门口突然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。我和李然回头一看，儿子脸色惨白地站在门口，身体摇摇欲坠。他含着泪看着我，转身就跑。儿子跑到马路上，这时一辆车突然出现，直冲他开过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李然发出尖叫，他叫着儿子的小名，瘫软在地上。儿子吓得僵在地上，我则奋力奔跑着，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即将被车撞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旁边突然出现一个人，将儿子用力地拉了回来。看到儿子转危为安，我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。救儿子的人竟然是那天给我递纸巾的女人。女人扎着高马尾，穿着运动服，我浑身发软，想站起来，却怎么都站不起来。女人一手拉着儿子，另一只手用力地将我拉起来。我看着惊魂未定的儿子，心脏在胸口剧烈地跳着。我大口地喘了几口气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女人抿嘴一笑，张泽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你都是这么狼狈？我疑惑地看向女人，女人笑着说，我是孟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学期间跟我抢夺第一的女生，女大18变。她不像大学那般淳朴土气，她自信张扬，像明珠一般。而我，儿子怯弱地看着我，小小的身子发抖，他想扑到我怀中，但是又不敢。我看着无比心酸。李然跑上来抱住儿子，小杨，幸好你没事，不然你让我和你爸爸怎么办？我苦涩地笑了笑，儿子脸上再也没有往日的单纯天真。他在李然的怀里小声地说，妈妈，我爸爸是张泽，对吗？听着儿子的话，我心脏仿佛被人用刀狠狠地捅了几刀，痛得我接近窒息。李然有些尴尬，干笑几声，就是前几天我带你去见的那个叔叔，他才是你爸爸。不过张泽也是你爸爸，你有2个爸爸。李然的话还没说完，小杨猛地推开李然，大声吼道，我不要那个叔叔当我爸爸，我只要爸爸。听到这话，李然气得不行，他抬手给了小杨一个耳光。你说啥？如果没有李月，
你都不会出声，你怎么能不认他？小杨捂着脸愣住了。李然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，慌忙捂着小杨的脸，紧张地检查着。疼吗，宝宝？妈妈冲动了，但是你不应该这么说你爸爸，你爸爸是爱你的。小杨拍开他的手，愤恨地看着他，他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，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低下头往回走。李然伤心地看着小杨的背影，随后质问我：张泽，你跟小杨说什么了？什么野种？我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非得在乎这个血缘关系呢？我刚要说话，一旁的孟霜嗤笑一声：要是张泽也有个孩子，但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养吗？李然想都不想地否认。他的话刚说完，便一脸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孟霜翻了个白眼，又挤兑了李然几句。见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维护他，李然眼里露出一抹失望，他跺了跺脚，扭头就走。孟霜抱着胳膊，淡淡地说：原来李然是这样的人。我苦笑：让你看笑话了。孟霜扬起眉毛，坦然一笑：请我喝一杯咖啡。我看着眼前的孟霜，点了点头，带她到附近新开的咖啡厅里。悦耳的音乐在咖啡厅里流淌着，孟霜手指修长，搅动着咖啡。她和以前真的一点都不一样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学校的第一名，上了大学后是学院的第一名，学分绩点是全校第一名。孟霜和我一个专业，但她是隔壁班，每次考试她都是跟在我身后，我们的分数相差不大，甚至还有几次持平了。只是孟霜是大山里出来的女孩，起初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无比拘束，坐在那里像丑小鸭一样。如今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，而我这10年为了所谓的爱情，甘心围着家庭转。孟霜笑容爽朗，她说：你跟以前一样，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我问：是不是觉得我很窝囊，放弃事业，生活也一团糟？我们毕业的时候，一家上市公司录用了我和孟霜，可那时候李然怀孕，我便放弃了这个机会，专心照顾李然。我放弃这个机会的时候，孟霜曾经找过我，问我为什么放弃。我当时怎么回复他的？我说：孟霜，人的梦想是不一样的，我的梦想不过就是照顾好心爱的人，我愿意成为他的陪衬。小杨出生后，李然想要出去工作，想成为自主的独立女性，我支持她，于是成为家庭主妇。而如今，我坐在这个咖啡厅里，穿着从地摊那淘来的10块钱3件的白 T 恤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和孟霜、李然完全是一个不同世界的人。孟霜喝了一口咖啡，坦然地说：刚毕业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你很窝囊，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。那时候觉得你们城里人物质方面根本就不在乎，跟我不是一路人。不过后来在社会上翻滚摸打，也能理解你的想法，毕竟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，有些遗憾，但也能支持。听着孟霜的话，我眼睛有些酸涩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便和李然结婚，没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和李然再也没有共同话题，我只会跟他说：今天青菜又涨了1块钱，小羊又吐奶了，奶粉钱越来越贵了，这个牌子的尿不湿不好用。我们的生活围绕着柴米油盐，可李然越来越优秀，他接触的是掌声和鲜花，我们的话越来越少，他也越来越忙。很多次我都陷入迷茫，这真是我想要的吗？可是看到小杨的笑脸，我又将这个迷茫压进心底，为小杨和李然研究新的菜色。不可否认，我看到李月的时候，我是自卑的。李月穿着西装，身上喷着香水，站在那里像一个精英，而我提着菜篮子，身上还带着菜市场的鱼腥味。孟霜问我：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
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苦涩的液体流进胃里，像我现在的人生一样。我沉默了半晌，说：“离婚，你也听到了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我可能会找个工作吧，只是快10年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”孟双眼睛一亮，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出来单干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”我连忙摆手拒绝，说自己脱离社会很久了，怕给孟双拖后腿。孟双却不容我拒绝，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？你可是学神哎，你只不过是明珠暗投而已，早晚会发光的。”这句话还是你跟我说的？我疑惑地看着他。孟双笑了笑，转移话题。我和孟双聊得很尽兴，昔日口舌笨拙的女孩，如今变得自信大方，侃侃而谈。她会照顾我，引导我的话题，会解释如今的情况。我本来不愚笨，在孟双的有意引导下，我也能接上她的话题。这是10年来我在李然那里感受不到的。李然只会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懂什么呀？别来烦我。”刚想到李然，李然的声音便响起来了。他挽着李月的手，一脸愤怒地看着我：“张泽，你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？”他越说越生气，抄起桌面上的咖啡朝我泼过来。我躲闪不及，李然尖叫：“你这样做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你有没有想过小杨？”一瞬间，整个咖啡厅的人将目光投向我。我感受到那些带着恶意的目光正在肆无忌惮地打量我，不自在极了。李然还在数落我，一副抓奸的样子。这10年你不想工作，我便出去工作，可你竟然对不起我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，跟别的女人聊得这么开心。孟双冷笑了一声，我也冷笑了一声，对上李然的脸，我突然发现我没那么喜欢他了。我痴迷了10年的容貌变得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。我说：“李然，我是真的不想工作吗？我照顾小杨10年，小杨每次生病都是我照顾。你是小杨的妈妈，你陪小杨几天？我跟孟双聊天，就是对不起你。那你跟李月这1个月一直厮混，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婚姻。我养了你们的孩子10年。你又对得起我。”李然听到我的话，愣了愣，张了张口：“我没有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质问道：“没有什么？没有和李月上床？小杨不是你和李月的孩子。”在咖啡厅和李然不欢而散后，我一连几天没见到李然。小杨在家里看到我，一脸欲言又止。我看到小杨，心痛无比，可我心里那个坎怎么都过不去，只能逼着自己冷漠对他。可每次看到小杨受伤的眼神，我也很难过。我去孟双的公司上班，成为孟双的助理。原本孟双想给我安排到别的岗位，但是他担心我10年的空白让我受到一些冷待。我本来想告诉他，这些冷待我受了10年，可看着孟双一心为我准备的样子，我还是将话咽回去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这么为我准备了。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这点温暖我想握住。日子变得很充实，我偶尔会发短信催促李然签字，李然也偶尔会给我发短信骂我。后来李然也说点软话，想哄我回头，可我的心早就被他伤透了。我实在不想跟李然过下去。这10年，我对李然可以说尽心尽力，他的钱全部被我用来家用，用在小杨身上，我问心无愧。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，但一想到小杨，我的心还是很痛。我舍不得小杨，可看到小杨，我就会想起李然10年的谎言，李然的背叛，李然的不忠，这让我无法面对小杨。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还是爱着小杨的。下班后，我回到家中，原以为等待我的是冷锅冷灶，可我在楼下看到一抹橘黄色的灯光，家里是有人的。我刚走出电梯，
便发现小杨一脸愤怒地冲出家门，李然拿着锅铲拉着他，两个人在争执。我躲起来，不想面对他们。李然也是一脸愤怒，他拧着小杨的胳膊：“我都要跟你爸离婚了，你也不想跟你爸分开吧？况且这个房子是你姥姥姥爷留给你爸的，以后也是你的，你能不能上点心？”小杨冷笑：“你不是说李月才是我爸吗？”李然说：“你有2个爸爸疼爱你不好吗？我是你妈，我能害你吗？这个房子很快就要拆迁了，张泽那么疼爱你，一定把拆迁款留给你。你亲爸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到时候你把钱拿过来帮帮他。李月是你亲爸，他肯定是念着你的。”我屏住呼吸，看着我疼爱10年的小杨。这段时间我是有些迁怒小杨的，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流着李然的血，跟李然、李月一样卑鄙。可小杨的话瞬间击中我的心。小杨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做对爸爸公平吗？我不想和爸爸分开，可是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，所以这个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李然急了：“张泽那么疼爱你，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？”小杨说：“爸爸很爱你，我作为你们的爱情结晶，他很爱我。可是你骗了他，我也不是你们的爱情结晶，是你背叛欺骗的产物。我不想让爸爸爱我了，他过得太苦了。”听到小杨的话，我泪如雨下。李然把小杨拉进屋，我擦掉眼泪，平复心绪后走进屋。看到我的时候，李然脸上露出一抹刻意的笑容，他甜甜地说：“老公，你回来了。”小杨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全是喜悦和期待。他张了张嘴，无声地喊了一声爸爸。我对小杨说：“小杨，我跟你妈妈要聊一聊，你先回避一下吧。”李然不愿意，他拉住小杨：“我们一家人好久没好好聚在一起了，我和小杨都很想你。”我冷眼看着李然做作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也不想让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话，看到不好的事吧？”李然美丽的脸僵住了，他勉强地笑了笑，松开小杨的手。小杨回自己的房间后，我坐下来，李然连忙靠近我，柔软的手抱着我的腰，饱满的胸脯贴着我的胳膊。他没穿内衣，往日他这么主动，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，早就和李然滚到一处了。可惜这10年，除了在国外的那一晚，李然从来没有这么主动。我推开他：“李然，你不觉得你很脏吗？”李然愣住了，他猛地看向我。我拿出手机，放出一段录音，这是李月回国后跟李然见的第一面。听着里边面红耳赤的叫声，我的心如死水一般平静。李然，认识你15年，我们结婚10年了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饥渴的样子。我又滑动了一下手机，这是一个视频。李月和李然钻进偏僻的小树林里，两人抱着抱着开始打野战，视频抖动的厉害，说明录制视频的主人手颤抖的厉害。可再怎么颤抖，还是能清晰地看到李然和李月白花花的身子，他们的喘息声也很清楚。李然，我转学到5中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你。那时候你和李月在一起，我忍住我心中的悸动。我们在一起后，我尊重你，认为有些事情等到我们结婚后再做。在国外的时候，你主动，我很开心。当时我就想，这辈子我张泽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可谁知道，你竟然是怀着别的男人的种跟我上床。这10年，你对我无比冷淡。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愣是忍下来了。我以为你是不喜欢这些事，李然，我没想到你真开放。李然脸色难看，突然拿起手机，狠狠地砸到墙上，手机瞬间4分5裂。我笑了笑，这是你出轨的证据，我手头不止1份。李然死死地盯着我，你想干嘛？我说，带着李阳
滚出我家，不然我们只能法庭见了。”李然气得不行，脸色扭曲，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小杨从门后出现，脸上没有任何血色。看到他，我的心还是软了。我朝小杨招了招手，小杨乖乖地走过来，坐在我身边。他的眼神水润润的，像一条被人遗弃的小狗，不是像，就是一条被人遗弃的小狗。他仰慕了10年的母亲是一个对婚姻不忠的人，如今陪伴他10年的父亲也不要他了。小杨说：“爸，其实我觉得你做得对。老师之前就告诉我，如果让我不开心的人或者东西，那就不是好东西，可以随时丢弃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孩子？”小杨将拳头塞进嘴里，小声的哭泣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将小杨揽在怀中，拍着他的后背。我抱住小杨的瞬间，小杨的身子僵硬了。很快他放松下来，在我怀里大声地哭起来。李月和李然都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们的孩子也很聪明。小杨甚至有些早熟，可他再怎么早熟，也是一个小孩子。第2天，李然将离婚协议甩到我面前，收拾好东西，拉着小杨离开了。小杨被李然粗鲁地拉着，扭头看着我，眼里全是不舍。李然呵斥道：“看什么看？人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看什么？”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，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一颗心沉甸甸的，一股莫名的寂寞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。但很快我便来不及难过了，因为孟霜突然出现，她提着2瓶酒，靠在门口对我说：“恭喜你逃离苦海，喝一杯庆祝一下吧。”离婚后，我忙得跟陀螺一样，原因是孟霜担心我，便一个劲地使唤我。她甚至还租了楼下的房子，跟我一同上下班。一些同事开始用一种暧昧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孟霜却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张泽的家最近要拆迁，他很快就成为富一代。我当然得沾一沾这个拆迁的气，万一我家也拆迁了，我就是富2代了。”同事们起哄了一会，散开，各自忙各自的，托孟霜的功劳。我在公司人缘越来越好，也有那么几个好友可以一同吃饭喝酒。孟霜生日那天，公司干脆组织团建，一块去海边游玩。孟霜毫不客气地把我拉上他的跑车，见状同事们连连起哄。在车上，孟霜笑着吐槽他们：“我实在是不想跟他们一起坐，他们老问我什么时候谈恋爱，什么时候结婚，跟我爸妈一样。”看着孟霜，我笑了笑，却感觉有人看着我。我回头看了几眼，孟霜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。来到海边，孟霜跟那些女孩子换了泳衣，其他男同事都看直了眼睛，纷纷叫着回去要练腹肌，让他们也看直眼睛，又问我是怎么练的这一身腹肌。我们叫来烧烤，孟霜接过我手中的烤串，说：“我曾经做过烧烤店的兼职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”有同事打趣道：“孟姐是让我们尝尝手艺呢，还是让张哥尝呢？我看我们是顺带的吧。”另一个同事挤兑道：“你话太密了，小心待会你尝不到。”在同事们的打趣中，孟霜板着脸，可耳尖红得要滴血。他们很快就结伴去玩，只留下我和孟霜。孟霜还在看着他的烤串，可他的烤串都要烤焦了。孟霜说：“他们就喜欢乱说。”可孟霜看我的眼神是无比的熟悉，我无数次的在李然眼里看到，只不过李然看的对象是李月，而孟霜看到对象是我。我心有些慌乱，见到我这样，孟霜眼里有些失望。她刚想说些什么，李然突然出现，他披头散发，没有往日精致的样子。他上来就把孟霜推开，孟霜一时不备，竟然被李然推倒。李然没有看孟霜，
抓住我的手说：“张泽，你不是最爱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可以这么做，你只能爱我一个人。”我皱着眉，甩开李然的手，在李然悲痛欲绝的目光下扶起孟霜。孟霜被我扶起来，顺势靠在我身边，看着我和孟霜亲密的样子。李然眼里很受伤，仿佛我出轨了一般。李然说：“张泽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孟霜轻笑：“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怎么还得张泽给你守孝？可你也没死啊！”说完，孟霜挽住我的脖子，用力地亲着我。孟霜并不老实，她穿着火辣的泳衣，在我胸膛上摩擦着，香软的舌头还试图往我嘴里钻。我能感受到李然的目光，恨不得将我们杀了。他尖叫着扑上来，想要将我们拉开。我伸出一只手挡住他，另一只手抱紧孟霜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李然哭着离开，孟霜依旧亲着我。李然离开后，孟霜也亲够了，松开我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去烤着烧烤。他手上的烤串已经成了炭。我想说些啥，孟霜拦住我，不想跟我对话。我的生日是孟霜生日的第2天，同事们玩疯了，没有想起来。而这段时间感受到人气，我有些不好受。小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：“张叔叔，生日快乐。”我心里有些苦涩。小杨懂事后就记着我的生日，每次我生日的时候都喊李然回家，可李然从来没有回来。就在我有些难受时，房门被敲响了。我打开一看，是孟霜。孟霜提着2瓶酒，长发垂在腰间。她笑着跟我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我和孟霜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海在夜色里发光，谈了很多。孟霜带来的酒喝完了，我脸上有些热，眼神也有些迷离。孟霜在我面前有些重影。我刚想吩咐客房服务员再带2瓶上来，孟霜却摁住我的手。她脸色红润，娇媚地跟我说：“不能再喝了。科学上说，喝醉了酒就办不成事了。”她脱掉身上的风衣，露出那件火辣的泳衣。第2天醒过来，孟霜躺在我怀中，我手机上塞满了很多信息，全是同事们抱怨孟霜这个前寿星把我这个寿星拐走的消息。他们还记着我的生日，除了同事们的信息，还有李然的信息。李然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一直在给我发消息，质问我是不是跟孟霜在一块。信息的后边，他一直在骂我，骂我不讲信用，骂我对不起他。孟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跟着我一起看着李然的信息。他伸出手，示意我把手机给他。我有些不解，但还是将手机递给他。孟霜给李然打了个电话，李然很快就接了。这是10年来李然第1次这么快地接我电话，简直是秒接。电话刚接通，李然就质问：“你在哪？”孟霜懒懒地卷着头发说：“当然是和我在一起了。对了，我已经是张泽的人了，你要有些廉耻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男人了。”我和孟霜在一起了。和孟霜在一起后，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健康的恋爱。就在我和孟霜甜蜜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“张泽，我现在在医院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”电话那头的李然声音沙哑。我挂了电话，他将地址发过来。孟霜说：“去吧，你们早该做个了解。”我到医院的时候，小杨坐在一旁写着作业，李然躺在床上，满脸苍白。他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喜悦，但这抹喜悦在他看到我脖子上的吻痕时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李然苦笑着：“张泽，当初李月和我分手，是因为他找到个富二代，我对他没用了。怀上小杨那天，是他和那个富二代吵架了，
正好我也在那个国家，他便约我出来。我怀孕后，他却跟我说他不能分手。那个富二代家里有钱有势，他让我等他。我等了10年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可是他回来竟然是想要小杨给他和富二代的孩子捐献心脏。我不愿意，他便打了我一顿。我怀孕了，我流产了，我再也不能做妈妈了。一语成谶，我活该呀！看着李然痛苦的样子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转头离开。李然后来找我好几次，我都没有再赴约，而是专心和孟双生活、工作。久了，他也不再找我了。可没过多久，警察突然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小杨现在在警局。我吓得不行，连车都开不稳。孟双连忙带着我去警局，看到小杨满身伤地坐在椅子上。看到我的时候，小杨扑过来，爸爸。从警方那得知，李然拒绝李月要把小杨的心脏捐出去的要求后，李月舍不得和富二代之间的纽带，愣是把小杨绑走。幸好李然及时发现，在推囊中，两人从高楼摔下，当场毙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沉默了。我突然想起李然和李月的誓言，生死相随，这怎么不算生死相随呢？小杨哭了很久，把心中的委屈哭出来后，他抢在我前头，主动跟我说：“张叔叔，我去福利院就好。”看着懂事的小杨，孟双呼噜一把他的小脑袋：“去啥福利院？跟你爸爸住。跟你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你的后妈孟双。”番外，李阳。其实李阳一直都是乖巧的孩子，小的时候他不理解为什么爸爸那么好，天天变招法给他和妈妈做好吃的，对他们百依百顺。为什么妈妈对爸爸一直很冷淡？李阳无数次看到妈妈在爸爸忙碌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脸，脸上的表情让他很不能理解，像是通过他看什么人一样。妈妈也不喜欢自己和爸爸关系好，每次看到自己依赖爸爸的时候，妈妈脸上的表情就让人害怕。李阳的生活是在他10岁那年发生波折，爸爸对他很冷漠，眼里全是抗拒，还有一点厌恶，而妈妈却开心地带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叔叔面前，逼着他喊那个叔叔爸爸。可他爸爸明明是张泽，其实他是有埋怨过爸爸，为什么爸爸不再爱他？可那天他偷听到爸爸妈妈的聊天，他终于明白了，爸爸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爸爸还是爱他的，只是爸爸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后来他和妈妈离开家的时候，爸爸的眼神很伤心，我很想回去抱住爸爸，可妈妈却拉住，说我真正的爸爸在等我。李阳不愿意喊那个人爸爸，只是喊叔叔。叔叔并不爱自己，他把自己绑走了。妈妈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叔叔打得满身是伤，他变成孤儿。看到爸爸的瞬间，他委屈极了，抱着爸爸哭。等哭完了以后，看到爸爸身边站着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人，李阳很清楚，爸爸已经有了珍惜他的人在身边。那个阿姨看爸爸的眼神，就跟妈妈看那个叔叔的眼神一样。她跟爸爸说，他去福利院就好。那个阿姨却收留自己，把自己当成亲生孩子一样养着。很多时候，李阳还能听到阿姨劝爸爸的话，劝他放下来，说小杨是无辜的。后来妹妹和弟弟出生了，爸爸也终于愿意对自己笑了笑，他又有家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